吃瓜群众们，快看这位顶级杀手暗影，刚在国际舞台上完成一波极其炸裂的高光六杀。他不仅在法外狂徒聚集的金三角把那帮倒卖器官的恶鬼彻底清理了个干干净净，还毫不留情直接开启了所向披靡的阎王索命恐怖模式。面对漂亮国上市公司开出的10亿天价悬赏金，他居然极其淡定的说不必了。这种视金钱如粪土的高手逼格，简直就是直接在荧幕前拉到了最满。原来这大佬准备洗心革面，金盆洗手，要低调回国去寻找他那苦命的亲生母亲。而他的亲生母亲林家大小姐，此刻正极其凄惨的深陷在酗酒赌鬼丈夫的家暴地狱里。在这鸟不拉屎偏僻的小山村，林柔为了拼死保护年幼的乖巧女儿西西，甘愿卑微把自己死死束缚在这个不见天日的牢笼里，默默忍受着那个畜生的毒打。虽然每天绝望面对的是可怕赌鬼和无尽绝望，但她却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西西。甚至在那个人渣丈夫丧心病狂找来，想强行把她带走并无情遗弃西西时，林柔护犊子般坚决死活不肯丢下被这群畜生恶毒骂作野种的可怜女儿。她顶着如山压力，对那个人渣怒吼说：西西是我的命，我今天必须要带走她。可为了不让可怜的母亲成为别人的累赘污点，懂事的西西竟然决绝选择了独自离开。她发下毒誓一定要拼命变强大，然后堂堂正正风风光光的回到母亲身边保护她。15年后，极品林家正在为恶毒白莲花林娇娇举办极其奢华盛大的生日宴，而真正的名门林家大小姐林柔竟然被折磨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神志不清的傻子。林娇娇这个不要脸的冒牌货，不仅恶毒抢走了林柔的一切，还要丧心病狂当众羞辱她。她极其恶劣的故意把蛋糕扔在地上，逼迫让林柔像条狗一样可怜的在地上舔食，甚至还要变态以此为乐，当着所有吃瓜权贵的面公然羞辱昔日高贵的名门千金。恶毒林娇娇甚至想狠心毁掉林柔那双漂亮的眼睛，只因为她嫉妒的快要彻底发疯。千钧一发，就在这极其危急的紧要关头，我们的满级女主暗影于西终于杀回来了。亲眼看着亲生母亲被人如此恶毒欺凌，于西内心的滔天杀意已经快要彻底按捺不住了。她宛如死神，冷冷地看着这群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眼神里充满了死神的恐怖死亡凝视。白莲花林娇娇还想在真千金于西面前摆谱装杯，恬不知耻自称是林家的高贵大小姐，但在极其硬核真正的合法继承人面前，你特喵的算个什么垃圾不要脸的山寨货。大女主于西毫不留情，直接揭穿了残酷真相，怒指林娇娇不过是林家好心收养的一条毒蛇，而所谓的狗屁正牌江夫人也不过是个极其不要脸鸠占鹊巢的下贱冒牌货。社会我西姐上去就是一个极其响亮的耳光，直接打得冒牌货眼冒金星，怀疑人生。他极其毒舌冷笑着说：你们这种阴沟里的烂人，连给我高贵的马蹄鞋都根本不配。吃软饭入质的软饭男江家豪还想翻天做主，搞清楚这里可是名正言顺姓林。江家豪这个老鹰比狐狸，一见硬的根本行不通，就开始虚伪的打起感情牌。他极其小气，拿出一区区百万，想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走于西，简直是打错了如意算盘。殊不知这蠢货于西身后的恐怖势力，分分钟能把他的江家脊彻底挫骨扬灰了。看到撕破脸谈不拢，这群狗急跳墙的畜生竟然打算动粗，死死拦住母女俩的去路。大佬于西极其不屑冷酷一笑，就凭你们这几个战五渣的臭鱼烂虾，也想留住暗影之王？接下来的高能画面实在太快，保安们连大佬于西的一脚都没碰到，就凄惨躺了一地。他霸气立下重誓，这些年来母亲受的所有委屈，他定要让这群畜生千万倍加倍讨回。医院的各项检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母亲身上竟然遍布极其恐怖的新伤和旧痕。这群丧尽天良的杂碎，竟然对一个神志不清、毫无反抗能力的人下这种极其狠毒的毒手。而极品林家豪他们还在家里恶毒商量着要找黑帮青云帮的人来残忍杀人灭口。于西豪横请来了业界顶尖专家周医生，准备为可怜母亲进行极其关键的唤醒治疗。在这个争分夺秒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有任何闲杂人等进行极其恶劣的干扰。然而这群极其烦人的狗皮膏药又贴了上来，渣男江家豪大言不惭的要带走合法妻子。护母狂魔于西直接甩出恐怖死亡警告，谁特喵敢踏进一步者直接死。黑帮青云帮的装杯小头目虎哥极其嚣张进场，结果小丑还没装够可怜的3秒钟，就被挂壁于西一顿极其暴力的输出，打得那叫一个凄惨的鼻青脸肿。这帮战五渣见势不妙，赶紧夹着尾巴灰溜溜的逃走，还不忘死鸭子嘴硬放狠话回头算账。极其痛苦治疗过程中，母亲因为那些极其痛苦的糟糕回忆陷入了重度昏迷。医生给出建议，带她故地重游刺激，或许能神奇帮助她彻底恢复失去的记忆。
奇迹出现，母亲终于苏醒了，她紧紧抓着失散女儿于西的手，恍惚像是在做梦一样。当她惊恐想起被残忍关在小黑屋子里的极度绝望时，于西发下毒是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霸气母女俩杀回灵宅，这直接让正准备开恶心庆祝会的反派们彻底惊掉了下巴。江娇娇这个不要脸假货，还敢嚣张顶嘴，结果被林柔一个清脆的巴掌扇得找不着北。大女主林柔霸气宣告，15年前老娘没做成的事，今天我要连本带利全部补回来。软饭男江家豪觉得于西是个不懂商场博弈的黄毛丫头，想在董事会上给他挖致命大坑。可惜他这个蠢货根本不知道，林老太爷生前极其隐秘，留下了第2份绝密遗嘱。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才是真正的绝杀底牌，能瞬间让江家豪这渣男直接净身出户。董事会上，这群倚老卖老的老油条，极度自以为是，根本不把真继承人于西放在眼里。他们还想用极其蹩脚迟到的借口，把于西给强行踢出局。结果大女主于西直接霸气宣布，从今天起，她就是林氏绝对的新董事长。为了让这群不听话的老骨头乖乖听话，于西硬核玩了一场极其刺激要命的俄罗斯轮盘赌。他是个疯批，先朝自己脑袋连开4枪，这种极其恐怖玩命的狠劲，直接吓傻了在场所有人。随后致命子弹真的毫不留情射向了反对者，全场瞬间吓得鸦雀无声。江家豪这渣男还不死心，花重金请来了青龙帮的5个所谓的牛逼顶级高手。于西极其轻蔑地看着这帮不堪一击废物手中的普通餐叉，瞬间变成了杀人的致命武器。铁证如山的绝杀遗嘱重重砸在桌上，江家豪这个吃软饭的男人防线彻底崩溃了。于西极其毒舌细数了他这些年的极度无能和恶劣背叛，简直是字字诛心。为了苟活保命，江家豪这渣男竟然极其不要脸，反手狂扇情妇林娇娇的耳光。大当家林柔亲自到场霸气坐镇，名正言顺正式将林氏集团的所有权移交给亲女儿于西。曾经被掩盖的残酷真相被揭开，原来白莲花林娇娇只是当年被好心收留的可怜乞丐。他却恩将仇报，不知感恩，不仅无耻爬了姐夫的床，还极其恶毒害了曾经的救命恩人。江家豪这老来最后还想做垂死挣扎，说公司其实早就是一个负债100亿欠款的破空壳子。他卑劣利用公司名义借了要命的高利贷，想拉着无辜母女俩一起下地狱陪葬。挂壁于西极其不屑冷笑一声，那区区100亿不就正好在青龙帮的破名下吗？他一个电话霸气打过去，青龙帮背后的血月帮主都要吓得尊称他一声超级大佬。愚蠢反派还以为于西这是去送死，正美滋滋的做梦，等着看好戏查封公司。于西孤身一人霸气杀进青龙帮黑帮总部，那震撼场面简直是极其碾压的降维打击。青龙帮主黑狼这小卡拉米刚想装杯，结果倒霉接到了顶头上司的夺命连环夺命 call。 得知面前站着的人是传说中暗影第一的大佬，黑狼吓得当场尿了裤子。他立刻极其狗腿双手奉上100亿欠条，还像孙子一样卑微磕头求于西饶命。跳梁小丑江家豪还在公司耀武扬威，恶毒等着看林柔凄惨流落街头的惨状。他甚至恬不知耻的极其嚣张，逼迫林柔强行签署资产放弃协议。致命时点到了，就在银行准备无情查封的千钧一发瞬间，于西霸气出场，100亿直接刷卡。那张传说中黑金卡的恐怖余额，让银行经理都吓得腿软。这下恶毒反派彻底傻眼了，连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帮主黑狼也倒戈背叛了。极品江家母女被逼得毫无尊严，跪地学狗叫，曾经施加的羞辱终于千万倍回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虽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在这把无敌绝世大女主宝剑面前，谁也别想逃脱极其惨烈的审判。